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球新闻。今天晚间的川普总统冒着严寒出席了在宾州的集会活动，提前为明年的中期选举造势。同时呢，美国国会周一公布了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法案，不但重提门罗主义，且加大了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另外，俄乌局势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数，乌克兰提出了自己版本的和平协议，准备提交给美国审核。好，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宾州集会力挺经济政策，能源价格下降，物价保持平稳。美国允许英伟达对中国出售高端芯片，学者分析利弊。美国发布2026年国防预算法案，限制中共的投资，扩大印太部署。印尼雅加达办公大楼起火，至少22人罹难。世界第一秀演出在即，政商名流盛赞神韵艺术盛典。颠覆想象，猪油竟然入选全球最健康食品前10名。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二晚间，川普总统出席了在宾州举行的集会。此前，他表示呢，他每次出访只有一个目的，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他强调，短短10个多月已经压低了能源价格，稳定了物价，并带回了巨额的外国的投资，创造了很多的就业。谈到民生呢，他批评奥巴马医改补贴的都是大保险公司，他承诺将把补贴直接发给人民。川普总统并重申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他指出呢，欧洲因为政治正确而陷入了困境，美国不能重蹈覆辙。好，下面是本台驻华府记者张亮、任浩发来的报道。今天上午，政客新闻播出对川普总统的访谈。川普在谈到俄乌局势时，不可避免地点评了欧洲，谈到大规模的移民和美国经济。他强调希望看到移民的付出，而不是索取和抱怨。他说呢，无论身在何处，脑袋里只想着怎样为美国谋取福利。When I go on a trip, I only have one place in mind. It's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介绍，他今年出访中东、亚洲，都为美国争取到大量投资，在解决稀土等关键供应链问题，为美国谈判最好的协议等。川普说，他在短短10个多月让能源价格大幅下降，物价正在趋向平稳，而吸引到的大量投资不仅繁荣各地经济，更能带来大量工作机会，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效果。谈到民生呢，川普重申奥巴马医保让保险公司赚到数以万亿计的政府补贴，他要把政府补贴发给民众，让百姓获得实惠。总统也解释了正在推行的越来越严苛的移民政策。I want to see people that contribute. 川普说，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被滥用，很多家庭通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让全家获得公民身份。同样饱受移民冲击的还有欧洲。川普说，欧洲领导人为了政治正确，不敢驱逐非法移民。而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领导人说得多，做得少。They're not doing a good job. Europe is not doing a good job in many ways. If you take a look at Paris, it's a much different place. 川普说，他痛恨看到年轻士兵阵亡，所以会继续努力斡旋停火。川普在节目中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客报道假新闻，但他秉持透明的原则，选择接受专访。川普总统今天晚上呢，正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波科诺山向选民介绍他的经济政策、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和期望的经济目标。尽管美东最近天气寒冷，川普周二晚的集会依然吸引到大批选民下午就到场等候。美国明年将迎来中期选举，全部众议员和1/3参议员将改选，结果将决定国会的2党格局。候选人早已开始争取选民，而接下来，川普将有系列的国内访问行程，为同党议员拉选票。周一，交通部和卫生部共同发起让旅行再次适合家庭项目，宣布拨款10亿美元，改善机场的健康出行设施，提升出行舒适度，包括设置健身设备、母婴哺乳室、健康饮食等。记者会现场，2位部长被要求秀体力。71岁的卫生部长肯尼迪轻松做了20个引体向上，54岁的交通部长达菲在鼓励声中则完成了10个。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任浩，美国华府报道。好，感谢张亮、任浩的报道。美国将允许英伟达向中国的获准的客户出口先进的 H200人工智能的芯片，这就意味着呢美中科技战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川普总统强调，此举将保护美国的就业，强化制造业，并为纳税人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 H200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政府将收取25%的分成，但不包含更高端的 Blackwell 和 Rubin 等新一代芯片。H200芯片是英伟达性能第2强的芯片，其效能是 H20的2倍。随着美中科技战升级，这款芯片的出口管制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议题。先前，英伟达总裁黄仁勋多次游说白宫，他表示支持政府的芯片出口管制，但不应放弃出口中国市场，认为要让世界采用美国的科技标准，也避免中共内部自建生态系。路透社此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考虑国家安全与利益之间的平衡，川普上个月就已经在考虑同意 H200芯片对华销售。他并不缺乏英伟达最先进的晶片。他就是花多点钱，他不在乎这个钱，他通过走私他是可以买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川普这一次他同意让这个中共能够买到英伟达最先进芯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在市面上他要对这些东西进行限制，他用这种限制呢，主要是鼓励国内产业去独立研究他们自己的晶片走自己的路，以便和西方进行竞争。所以川普的做法就是说，既然你能买得到，既然你现在能买得到，小院高墙，限制也限制不住，那么我就直接卖给你。尽管美国政府已经放开英伟达的芯片出口，但北京当局仍将限制 H200芯片的使用，因为中共的目标是想实现半导体生产自给自足。如果允许企业进口美国芯片，将会重创华为、升腾等中共产 AI 芯片生存空间。有知情人士透露，北京监管机构一直在研究如何限制使用美国英伟达 H200芯片，不过中共当局还没有做出决定。分析认为，依据当前形势，过去政府严控芯片的政策形同虚设，中共通过黑市与走私早已能高价取得更先进芯片。既然挡不住，不如放开政策，还能让美国获利，增加就业与保持先进芯片地位。所以说他这样子的做法呢，就等于说是把中间的那些中间黑市的那个价格就由美国政府来收了他解决了美国政府的一些财政问题，同时呢，他能够非常近距离的观测这些晶片的走向，了解这个中共对先进制程晶片的需要。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把双刃剑，成效如何还得看后面双方博弈的结果。表面看这个买卖美方不亏，但是以中共政权的这个流氓本性呢，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缺口，也快速壮大中共的那个 AI 研发，造成最后对美方不利的结果。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月长春采访报道。美国国会近日公布了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法案。这份长达3086页的法案是参众两院协商了几个月之后的折中版本，内容涵盖了核武器、导弹防御、太空作战和印太地区军事部署等等，同时加强了对中共投资和供应链的限制，并持续大力的支援台湾。2026年的国防预算法案授权战争部9000亿美元资金，其中包括给军人加薪4%、扩大反无人机预算，并对金琼导弹防御系统和核现代化计划进行投资等。众议院预计周3对法案进行表决，在国会两院通过统一版本后，最终将交总统签署。这项法案将中共明确定义为美国在军事、科技、外交和全球经济上的主要战略挑战。在两党共同支持下，法案将阻止部分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合同，并授权政府禁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AI 和先进算力领域进行投资。根据法案，美国企业如果支持共产中国或其他关注国家发展高风险技术，如 AI、半导体、量子运算和高超音速等，必须向财政部通报。财政部也获得新权力，可制裁与中共军事或监控网络相关的外国企业。法案也推出新的生物技术采购禁令，
并禁止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与具中共军方或安全背景的中国基因测序、生物科技企业合作。其他采购禁令则针对受关注外国实体的先进电池、光伏组件与关键矿产等，并要求逐步淘汰中国制电脑等设备，以进一步强化供应链安全，降低对中依赖。同时，法案扩大了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包括要求五角大楼制定5年计划，扩大印太多边军演与海上行动，并延长太平洋威慑倡议，持续投入前沿部署、防空整合、预制军备与后勤，以应对中共军队的兵力投射。此外，国防部将强化与印太盟友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泰国与菲律宾的合作，同时加深与印度等新兴伙伴的关系，以提升美国在与中共的战略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周一在华府举行了2+2年度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以及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出席了会议。卢比奥表示呢，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之下，澳英美安全协议将得到全速的推进。And this is a very strong partnership. It's a strong alliance. And what we want to do is continue to build on it. So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we've worked together on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esident. AUKUS is full steam ahead, as he said. Australia's approach to the alliance has always been to work to ensure it delivers concrete benefits for our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nd for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KUS is central to that, a win for Australia, a win for the US and a win fo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we welcome President Trump's statement, we are full steam ahead. 澳英美安全协议内容包括美国、英国与澳洲共同打造一支使用美国核技术的澳洲核动力前舰舰队。澳方表示将为该协议提供额外的10亿美元。海格塞斯对此表示欢迎。As we move, as was mentioned, full steam ahead on AUKUS, we applaud Australia's upcoming delivery of an additional $1 billion to help expand U.S. submarine production capacity. We're strengthening AUKUS so that it works for America, for Australia, and for the UK. There's a lot we're going to do together in the months ahead. 海格塞斯还提到，美国正在防务领域推进与澳洲的军力部署，加强国防工业合作，在澳洲建立全新的具韧性的军事后勤网络。马尔斯则表示，澳洲防务领域最核心的目标之一就是提升美军在澳洲的存在度。We are living in a much more contested world where it really matters to be doubling down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and obviously America is front and centre and foremost for Australia in that respect. 卢比奥同时也强调，美国希望与澳洲和其他盟友一起保持供应链的多元化。We have to have critical mineral supplies and supply chains that are reliable and that are diverse. And not overly invested in one place where they can be used as leverage against us or our partners of the world. 有分析指出，中共多年来在印太地区带来的挑战，一直是美澳关系的核心议题。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综合报道。波兰宪法法院日前裁定，波兰共产党是非法政党，正式取缔波兰共产党，引发了国际的关注。对此呢，中国网友也纷纷在评论区表态。波兰共和国报报道，波兰宪法法院全体法官周三裁定，波兰共产党的宗旨和活动与宪法规定不符。波兰宪法第13条规定，禁止任何基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存在。波兰共产党成立于2002年，声称自己是二战前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而不是战后苏联支持的波兰统一工人党。2020年，波兰前司法部长齐奥布罗向法庭申请取缔波兰共产党。上个月，现任总统纳夫罗茨基也提交了取缔申请。纳夫罗茨基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基本人类价值观以及欧洲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波兰共产党歌颂那些杀死数百万人的罪犯和政权为波兰法律所不容。波兰共产党被正式取缔的消息在抖音平台疯传，网友抨击中共，邪教就该剿灭，铲除邪恶，这是人类毒瘤，当今世界灾难的制造者，人类史上最邪恶组织。大纪元社论9篇共产党指出，
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赵嘉林综合报道。纽约州长霍楚的前华裔副幕僚长孙文及其丈夫胡潇因涉嫌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收受回扣及洗钱案的庭审，12月8日进入第14天。当天，孙文的母亲孙梅萍再次以辩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检方多次追问她银行保险箱里的现金的来源。孙母几经改口之后，终于露出了破绽，成了当天庭审的焦点。2008年，孙文的母亲孙梅萍在法拉盛一家 DT 银行租用保险箱 ，FBI 从中查获13万美元现金。孙梅萍声称，这些钱是她多年省吃俭用及早年在中国出售房产所得，与孙文及胡潇无关。检方指出，银行记录显示，孙梅萍长期没有使用保险箱，却在2021年短短3个多月内3次打开保险箱，正值孙文夫妇购置豪宅时期，而且这些现金多为新钞，还附有标示日期为2021年10月6日的纸条，与多年积蓄说法不符。检方认为，这13万美元是2017年孙梅萍曾借给胡潇，如今被返还的款项。孙梅萍当庭否认，庭上也出示了短信证据，显示孙梅萍曾说13万是我和丈夫借给你的。后来她又改口称13万是很大一笔钱，她只是想拿红利。检方还指出，孙梅萍返美时接受海关询问，表示除家中现金外没有其他资金，直到被出示保险箱照片后才承认它的存在。2024年7月 ，FBI 搜查孙文父母住所，又发现27万美元现金，捆条标示2021年7月16日。孙梅萍表示，这笔钱来自夫妻退休金、照顾孙文儿子7年的收入，以及亲友多年送的红包。在是否涉及中国官方往来的问题上，孙梅萍否认孙文曾代表州长前往中国。检方指出 ，FBI 在孙梅萍卧室发现名表和珠宝，包括一条珍珠项链、一份珠宝证书，以及一张标示中国江苏省驻美东部商务代表处官员的名片。孙梅萍却否认购买珠宝，并解释劳力士是丈夫的爱好。结案陈词9日开始，由助理联邦检察官所罗门代表政府发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印尼首都雅加达今天中午发生了严重的火灾事故，一栋7层高的办公大楼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造成了至少22人丧生，部分员工呢一度被困在高楼之内，最终靠消防车上的云梯才得以逃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警方正在全面调查，初步怀疑呢和无人机电池起火有关。现场画面显示，浓烟不断从雅加达市中心这栋7层办公大楼窜出，火势凶猛，围观群众不敢靠近。数十名消防员全力投入救援行动，紧急疏散人群。部分受困在高楼层的员工则靠云梯撤离到安全处。现场不断有罹难者被抬出。事发当时，部分员工正在楼内用餐，火势从1楼迅速窜起，并在短时间内向上蔓延。Saat ini korban yang sudah berhasil dievakuasi sebanyak 20 orang, 5 orang laki-laki dan 15 perempuan。警方随后指出，火势已经完全扑灭，罹难者遗体已经陆续送往医院进行身份鉴定，搜救人员仍持续在建筑内部进行全面排查。Saat ini kami masih fokus untuk evakuasi korban maupun pendinginan yang di atas。据报道，这栋7层大楼内设有 Terradrone Indonesia 公司的办公室。该公司是日本无人机企业 Terradrone Corporation 的印尼子公司，主要为采矿和农业等行业的客户提供用于空中测量活动的无人机服务。Terradrone Corporation 在一份声明中就此次火灾给当地社区和客户带来的压力和不便表达歉意，并表示正在调查火灾对公司业务造成的影响。据最新报道，救援人员在大楼内已经找到至少22具遗体。随着搜救持续进行，后续伤亡人数仍可能变动。警方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讯，起火点疑似与一架无人机的电池起火有关，但确切起火原因与位置仍在调查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田鑫综合报道。
关于俄乌战事呢，俄罗斯呢周二声称俄军在乌克兰的前线多个方向都在推进，而乌克兰也出动了上百架的无人机跨境袭击俄罗斯。在俄乌和平进程方面呢，因为拒绝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乌克兰与欧洲盟友也提出了自己的20点和平计划，并准备提交给美国。俄罗斯最高将领格拉西莫夫周二宣称，俄军正在沿着乌克兰的整个前线推进，而顿涅茨克地区的米尔诺赫拉德是俄军的攻击重点。米尔诺赫拉德距离战略要冲红军城只有3公里，战前人口约4.6万人。普京下令击败这里受困的乌克兰军队。乌方表示，乌军正在坚守防线，努力迫使俄军为其相对有限的推进付出沉重代价。Напрягает, конечно, мы что, не люди. Напрягает. И страшновато, ни хрена себе. Я же говорю, вот, по округе прилетало, везде все сгорело. 与此同时，猛烈的爆炸出现在俄罗斯境内，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楚瓦西亚地区的军事工厂。俄罗斯国防部周二声称，俄罗斯防空部队连夜在境内多个地区以及克里米亚上空拦截了121架乌克兰无人机。在战火延烧的同时，寻求和平的外交努力也在持续进行。在结束了伦敦会谈之后，周一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和北约领导人，以期在安全保障、武器援助和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等方面获得更多支持。We are very close to obtain a solution, and for me, it's sure that in the 18th of December, we will take a decision.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的主权必须受到尊重。作为联盟的第一道防线，乌克兰的安全必须得到长期保障。周二，泽连斯基前往罗马会见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他在当天宣布，乌克兰准备将一份修订后的20点和平计划提交给美国。这是乌克兰与英、法、德等欧洲盟友的最新努力成果，力求避免基辅在领土和安全保障问题上被迫做出重大让步。泽连斯基重申了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乌克兰不能放弃任何领土。他认为，无论从法律或道义上讲，都不能割让土地。他坦言，美国现在寻求的是达成妥协，但在复杂的领土问题上还没有找到妥协方案。关于欧洲能否帮助结束俄乌战争，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政客》杂志专访时批评说，欧洲只会空谈却不付诸行动，战争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另外，周二，9架中共和俄罗斯的军机一起闯入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韩国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泽连斯基此前就曾明确表示，俄罗斯高度依赖北京，并试图延长战争，而中方始终没有采取行动促进和平。泽连斯基援引乌克兰情报称，北京仍向莫斯科供应机床和物资。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再度激烈交火，进入第2天，战火蔓延到了新的战线，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战火重燃，迫使边境的数十万的居民逃离家园。周二，泰国国防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泰国军事行动仅针对柬埔寨的军事目标，旨在削弱其军事能力。持续2天的冲突已造成1名士兵阵亡，另有29人受伤。While Cambodia's use of weapons continues to be directed at innocent civilian sites and medical facilities, with apparent intent to cause chaos and panic among the population. Now, Thailand desires peace, but peace must come with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people. 国防部发言人孔希里少将指出，柬埔寨军队正用中国制造的 PHL-03 火箭炮等瞄准泰国机场与医院等民用目标。泰国的军事行动是为加强边境防御。当天，柬埔寨军方发言人则表示，截止周二上午6点，2天的冲突已造成7名平民死亡，20人受伤。ក្នុងការដោះស្រាយបញ្ហាដោយសន្តិវិធីស្របតាមច្បាប់អន្តរជាតិដើម្បីការពារអធិបតេយ្យបូរណភាពទឹកដីព្រមទាំងសុខសុវត្ថិភាពរបស់ប្រជាជនកម្ពុជា。同一天，在泰国和柬埔寨接壤的素林府，居民纷纷前往临时避难所躲避战火。泰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在4个边境省份设立近500处临时避难所。ตอนนั้นก็รอเตรียมตัวจะหนีนี่เลยจ้าแต่ว่ายังไม่ได้มาปืนเสียงปืนดังก็รีบเลยจ้า。
柬埔寨边境的居民也纷纷逃离家园，来到临时安置点。 បាទបងមានព្រួយបារម្ភដែរថាចង់ទៅអើតមើលដែរប៉ុន្តែក្រុមវិសាគាត់ឲ្យទៅយកគេបាញ់រហូតឬទៅក្រឹមលើឲ្យទៅទេ 同一天，泰国外交部长表示，缓解冲突的责任在于柬泰双方，而不应以关税迫使双方停止冲突。 We don't think tariffs should be used to pressure Thailand to get back to the joint declaration, to get back to a dialogue process. No. 今年7月，双方曾爆发持续5天的冲突。美国总统川普介入调停，告知两国领导人，若不停止交火，美方将暂停与双方就降低贸易关税进行的谈判。最终，在美国和马来西亚的斡旋下，泰国和柬埔寨一度达成停火协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 周二，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为一名遇害的泰国籍的人质举行了告别仪式。乙方表示呢，让他回家花了太久的时间。根据停火协议呢，哈马斯必须归还所有的人质，目前还剩下最后一名人质尚未返还。同一天呢，以军还空袭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周二，本古里安机场为一名泰国籍遇害人质举行了告别仪式，他的遗体将被运回泰国故土。 42岁的林塔拉克生前在以色列农场工作，在2年前的10月7号恐怖袭击中不幸遇难，遗体被伊斯兰圣战组织劫持到加沙，在上周被归还。The huge terror attack on us, we failed to protect you. It took a long time, too long to bring you back home. 根据与哈达成的停火协议，哈马斯承诺归还所有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这也是完成加沙停火协议第1阶段的关键条件。截至目前，以色列警官兰·格维利的遗体仍被扣押在加沙，他是最后一名尚待归还的人质。以色列军方周二表示，已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包括该武装组织精锐特种部队拉德万的训练基地。 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次空袭中还击中了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发射基地。近日，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派遣平民代表加入监控停火协议的军事委员会，以配合川普总统推动的中东和平议程。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在2024年达成停火协议，其中包括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 好，下面是今天的国际聚焦。德国国会预计下周批准史上最大规模军售案，总价值520亿欧元，约610亿美元，包括基础装备、美洲狮步兵战车、剑3防空系统及监测卫星。此举被视为将联邦国防军打造为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关键一步。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德国大幅扩张军备，被称为历史性转折点。 总理莫斯重申国防强化的重要性，表示唯有具备自卫能力，才能确保世代安居和平。美国司法部近日逮捕2名华裔男子，指控他们自2023年起，透过伪造文件、假造最终用途等方式，跨境走私受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H100、H200 AI 芯片至中国，涉案市值高达1.6亿美元。案件与美方准备放行部分 H200 芯片合法出口之际曝光，引发外界质疑。 美方强调将持续打击非法转运，避免敏感技术外流。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宣布，召回21万多个在亚马逊贩售的INIU 1万毫安充电宝，因锂电池可能过热起火，已酿11起火灾与轻伤。受影响产品为黑蓝色外壳，序列号000G21、000H21、000I21、000L21，由深圳 Topstar 制造。 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警告，虚拟绑架诈骗案增多，骗徒假冒绑匪以亲人失踪勒索赎金，锁定在网上发布寻人启事的民众，并透过 AI 篡改的照片或影片增加逼真度，但细看仍可发现可疑之处。FBI 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谨防诈骗，旅途中保护个资，与家人设定暗号，保持冷静，保留影像证据，汇款前先确认亲人安全。近日，法国联合8个欧洲国家集体致函欧盟。 要求应对西因等第3国电商的系统性风险，并敦促欧盟委员会强力打击不正当竞争。欧盟已向西因索取信息，拟启动调查。12月9日，韩国警方突袭电商巨头酷鹏首尔总部，并锁定一名中国籍前工程师调查。
沪朋此前爆出史上最严重个资外泄，3370万账号受影响，已自6月起透过海外服务器外流姓名、地址及部分公寓玄关密码等信息，用户大量出走，4天内流失180万活跃账号。美国神韵艺术团2026年的全球巡回演出即将拉开帷幕，明年就是神韵创建20周年了。20年来，国际名流、政要、王室、贵族、各界精英都对演出所呈现的没有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而深感震撼，难以忘怀。新一季的演出呢，12月18日即将在法国率先登场。目前，欧洲多个城市的票房已经提前售罄。Performance was really just magical. I thought it was spectacular, and it's the kind of performance that you want to see over and over again. Magnifique, magnifique. J'ai déjà assisté à de nombreux spectacles, mais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vois un spectacle d'une telle qualité. I was absolutely inspired. I think it's a miracle, actually. It's a very brilliant way to show the true culture of China. Something I've never seen before. And it's resonated with me. I shall never forget this day. It's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Well, you saw the crowd clapping, right? The people didn't stop. It's beautiful. 神韵艺术团2026年的全球巡回演出即将展开，转眼之间，神韵也已经走过20个年头，足迹踏遍全球5大洲。神韵所到之处，政治精英、贵族名流纷纷慕名而来，只为一睹世界第一秀风采。Sehr gut, sehr beeindruckend. War sehr begeistert von dem künstlerischen Wert, von der Aufmachung, von den Kostümen. Also das Ganze war eine hervorragende Veranstaltung, eine hervorragende Aufführung. Hat uns sehr gut gefallen. Ja, ich fand es fantastisch. Ich bin tief beeindruckt über die Perfektion, Eleganz, Anmut, Leichtigkeit. Había escuchado muchas ponderaciones de este espectáculo, pero hay que verlo. Realmente un deleite para los ojos, para los oídos y para el espíritu con todo lo que transmite. 神韵的顶级口碑扬名国际，不仅是政界名流，各国的巨商富豪、金融领袖和企业精英也都为之倾倒。It was superb. It was superb. The dancing, the meeting, you know, the stories that were told, they're profound. They really, truly are profound. And I was very moved. Both of us were moved to tears almost. Bueno, pues la verdad que es un espectáculo lleno de luz, un espectáculo que nos lleva a las tradiciones más profundas de la China ancestral y que, bueno, está lleno, digamos, de un mundo que mezcla, digamos, lo místico con la tierra, ¿no? Es algo impresionante que se recomendaría a todo el mundo que lo viera, porque pocas veces tenemos la suerte de ver un espectáculo de estas características. 20年过去，神韵演出已经成为全球各地每年的文化盛事。神韵2026年的全新演出将于12月18日在法国率先登场，并在圣诞节前后登上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舞台。目前神韵票房火热，欧洲多个城市已经提前售罄，详情请上神韵官网查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周琦综合报道。中共近期的政治局会议呢，透露出了不少异常的讯号。同时呢，李希、马兴瑞再度缺席会议，引发外界的揣测。欢迎回来。2025年的年末，中共相隔10天举行了2次政治局会议，但公开的内容和表述却出现了诸多变化，一些议题和说法不翼而飞。另外呢，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内容与去年相比，更是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引发外界的关注。12月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共党媒的报道，会议审议所谓的中共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分析研究2026年的经济工作，声称要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并且要更好地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竞争。这就说明呢，中共现在危机感非常强，对明年今后的国际经济形势非常的悲观。中国经济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他的路基本上就走到头了。此次会议照例没有视频和图像，但对比去年的年末政治局会议内容，今年的通稿中出现了不少变化。第一，会议不再提及2个确立和2个维护；第二，习党魁不再听取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当年工作情况，以及明年中纪委全会准备情况汇报。另外，去年年末的政治局会议议题，除了分析研究来年经济工作，还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明年的反腐工作，并确定来年1月召开中纪委全会的具体日期。但这次政治局会议通稿中，不仅没有提及反腐议题，更未确定来年中纪委全会的召开日期，并且在党媒的通稿中，最后还少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句话。弹出来的话不重要，而最后一句话隐含的才重要，但是这回呢却没有这句话，其实是为了掩饰，怕就这句话进行解读。其实中共出事了。我认为这个非常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多数还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离11月28号的政治局会议相隔只有10天。从当天喉舌报道的集体学习画面中，不仅没有李希，也不见马兴瑞的身影。随后，马兴瑞出事的传闻不断。日前，一直披露中共高层动向的时评人蒋网正爆料称，据可靠消息，本次会议李希和马兴瑞又再次缺席，两人的去向引发外界猜测。这个是比较诡异的现象。如果这2个人落马的话，这个对习近平的打击会很大，而且是涉及到最高层权力的一个重大的调整问题。那么具体事情如何，还要继续观察。中共的权力斗争都是一个电视连续剧，不排除这是个连续片，有可能这次政治局会议开的真正内容就是通报马兴瑞的问题，说的轻一点是通报马兴瑞，说的重一点就包括李希在内，因为李希跟马兴瑞有密切的关系。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 X 平台发文说，李希、马兴瑞再次缺席如此重要的政治局会议，马兴瑞这把火还在继续燃烧，会不会最终烧到李希，值得观察。相关讯息显示，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近日登场，李希和马兴瑞是否会出席，还有待观察。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综合报道。周二，中华民国行政院举行2025年人权日国际研讨会。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昕表示呢，在全球民主面临新挑战的时刻，台湾透过跨国对话来深化历史记忆，强化民主韧性，避免悲剧重演。中华民国行政院9号和10号2天举办2025人权日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以历史记忆与民主深化、台湾转型正义经验与国际对话为题，邀请西班牙、德国、韩国、立陶宛、波兰、捷克等国的专家学者齐聚交流。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昕在开幕词中指出，自1950年起，联合国将每年12月10号定为国际人权日。半个世纪过去，根据美国自由之家2025年全球自由报告，台湾在195个国家评比中，自由度名列亚洲第2，显示台湾为亚洲最坚实的民主国家之一，深具民主韧性。林明昕表示，台湾自2017年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实施以来，持续以系统性的方式推动转型正义工程。今年，行政院已陆续完成转型正义阶段政策重点策进方案、促进转型正义基金策略计划等多项重要政策。他强调，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面对过去，沉默不是选项，唯有不断反省、学习与进行体制性改革，才能避免悲剧重演。战后许多国家同样经历威权统治创伤，他们的改革经验对台湾具有参考价值。日前，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出席2025年世界人权日典礼时表示，台湾绝不走回头路。咱台湾是以人权立国的国家，咱绝对无要行回头路，咱绝对嘛无容忍台湾社会发生过去迄款的惨痛的情形。政府一定会认真打拼。让咱的国家更加安全，让咱的民主会当更加深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付宇综合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两岸扫描。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台湾有事恐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可能采取军事回应，迅速点燃中日间新一轮外交烽火，中日紧张情势也随之升高。日本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信吾最近在博客节目《为何我们应关注印太地区》中指出，高市早苗的表述属于常识与有知有识的观点，并与日本当前的安全战略方向相符。中共的反应明显过度，并强调台湾的安全与日本的生存息息相关。12月8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以录影方式为美国全球领袖人才参访计划85周年庆祝茶会致辞时指出，未来台湾将继续与美国及全球民主伙伴携手合作，为印太地区及全球的和平、自由和繁荣贡献心力。同一天，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国会于7日公布两院协商版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纳入多项协助强化台湾防御能力与韧性。外交部强调，台湾将持续稳健推进与美方在安全等各面向的合作，落实实力带来和平的政策愿景。12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海亮广场1楼起火。视频画面显示，燃起的熊熊大火从底层一直向上延烧到楼顶，火舌沿着大楼乱窜，燃烧的残骸还不断往下掉落。警方通报称，是1楼烧烤店起火，1人死亡。但据知情者披露，火灾是发生在凌晨，当时大楼内的居民大多已经熟睡，质疑当局又在瞒报灾情。事故原因和实际伤亡数据不明。上个月发生在香港大埔鸿福苑大火，截至12月9日，遇难人数为160人，仍有多人失联。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12月9日称，160名罹难者中，已经透过 DNA 配对或指模确认120人身份。至于受大火波及的7座大厦的居民什么时候可以回单位收拾，周一鸣称暂时未能提供确切时间。澳洲自12月10日起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体。此举迫使硅谷科技巨头删除了上百万个澳洲国民的账户，并引发了激烈辩论。澳洲的一项全球第一例社群媒体禁令本周三正式生效，将限制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10大社交媒体平台。不遵守禁令的科技公司将面临超过3000万美元的罚款。周三，澳洲开始把社群媒体使用禁令的最低年龄提高到16岁，即使父母同意也不例外，成为全球首创而且最严格的规范。禁令要求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10大平台必须封锁16岁以下的账户，预计受影响账户超过100万。如果科技巨头违反禁令，将面临最高约3300万美元的罚款，父母和孩子则不会受罚。当局表示，这项禁令可以保护年轻人不受错误、暴力和色情等有害内容的侵害，但反对声音认为，这可能会使脆弱的青少年更加孤立，或是接触到不受监管的网站。根据政府数据，在禁令生效前，澳洲8至15岁青少年中有86%的人使用社群媒体。为了配合禁令，悉尼部分私立学校决定明年开学后禁止在校使用智能手机。Personally, I'm really glad that it has started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t's happened in the world. Not everyone agrees with exactly how they are doing it, but we really need to have some action to take to protect teenagers and their brain development at that stage. We need to provide social alternatives for youth. If they only know social media as their only way to learn how to be how to get social skills as a human being, then if we take that away from them, we have to give them alternatives. We have to give them an environment and help them learn and relearn empathy and other social skills. 事实上，许多社群媒体平台多年来一直禁止13岁及以下的用户注册。I think the age does matter, but we really need medical and professional experts to weigh in on that and not just have parents and legislators. Everyone has to find a way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because in every country, the young people, young generation that grew up on social media have become the loneliest, the most depressed, and the most anxious generation. And if we don't help them now, that will deteriorate their health and their ability to be
citizens in every country, good citizens in every country. So i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that it is dealt with in whatever way is going to work for each country.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希美国采访报道。欧盟又盯上了硅谷的科技巨头，本月内第2次对谷歌立案调查。这显示呢，欧盟对大型的科技平台的反垄断法的调查呢，正在全面的收紧。好，下面是今天的财经快报。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发布缺职与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10月底全国的空缺职位总计767万个，高于预期的715万个，环比增加1.2万个。但10月新雇佣的人数环比减少21.8万人，全国的空缺职位总计767万个，仍处于不招人也不解雇人的状态，环比增加1.2万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署周二表示，今年全球贸易额持续增长，预计年增长率将达到7%，全年贸易额有望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数据远超之前预估的增长2.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署在声明中说，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在继续，全球成本上升，需求不平衡影响发展，但全球贸易额在2025年下半年持续增长。国际贸易组织统计，2024年全球贸易额总计32.2万亿美元，比2023年增长4%。欧盟反垄断机构周二宣布对谷歌进行1个月内的第2个反垄断调查，目标是谷歌怎样利用出版商的线上内容和 YouTube 影片训练人工智能的。欧盟认为，谷歌涉嫌在未告知出版商和 YouTube 用户的情况下，由 AI 概览总结出线上内容的概要和用户上传到 YouTube 上的影片概要。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反垄断执法越来越严苛。上周五，欧盟处罚 X 平台1.2亿欧元。本月稍早宣布对脸书母公司 Meta 旗下的 WhatsApp 阻止竞争对手的举措展开调查。派拉蒙影业旗下天空之舞周一高调宣布，逾1084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完全不顾网飞下周五以720亿美元与华纳兄弟达成的初步并购协议。周二，彭博社报道，天空之舞的敌意收购行为是因为得到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卡塔尔投资局的支持，以及一个鲜为人知的阿布达比企业的背书。这家企业名为利马德控股公司，成立时间不长，没有任何国际交易记录，目前只公开披露过一笔交易，是10月下旬从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等处收购了价值150亿美元的当地房开商 Modern Holding PSC 的控股权。据英国最新的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呢，最健康食物排行榜的第1名是杏仁儿，但有一样上榜的食品你可能想不到，竟然是猪油。说到最健康的食物，您是不是立刻就会想到蔬菜呀、水果呀？但是一份最新公布的全球健康食品的排行榜可能会让您大开眼界，因为除了常见的杏仁、奇亚籽之外，猪油竟然是名列前10的健康食品。好，下面就请佳音来说一说这份榜单到底是怎么回事。没错，根据英国媒体《萨里日报》的报道，一个研究团队为了找出最健康的食物，分析了超过1000种食材，并且为每一种食物进行营养评分。分数越高呢，代表它在与其他食材搭配的时候，更能帮助人体均衡满足每日所需要的养分，同时又不会造成摄取过量。令人意外的是，夺下冠军的不是蔬菜，不是水果，也不是肉类，而是杏仁。杏仁拿下了惊人的97分高分。研究显示，杏仁含有大量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能有效促进心血管健康，还有助于改善糖尿病。此外，杏仁还富含抗氧化剂、蛋白质、纤维以及镁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很多营养师大力推荐的最佳食物。紧随其后的呢是释迦果，以96分排名亚军。释迦果被誉为全球最健康的水果，富含抗氧化剂、纤维和维生素，有助于提升免疫力，减少炎症。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释迦果的种子含有毒素，千万不要误食哦。第3名是深海鲈鱼，第4名是比目鱼，第5名是奇亚籽，而第6名是南瓜籽，第7名是瑞士甜菜。这些呀都是我们常见的健康食物。但是接下来就让人意想不到了，第8名竟然是猪油，猪油竟然拿到了73分。研究发现，猪油比羊肉或牛肉含有更多的不饱和脂肪，这就意味着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同时也富含 B 群维生素和矿物质。这让不少网友大呼：原来奶奶煎蛋用的猪油竟然这么健康呀！不过，研究团队也强调，这份排行榜只是参考，真正的健康关键需要多样化的摄取食物。近年来，专家也越来越重视肠道微生物群的重要性，还把它称作人体的第2个大脑，因为它与免疫力、情绪甚至是心理状态都是息息相关的。好了，看到这儿啊，不用再拒猪油于千里之外了，这个周末就做一顿猪油蛋炒饭吧。原来健康并不是只吃青菜这么简单啊！其实呢，上天赐予我们的食物非常的丰富，只要能够多样化的、均衡的，重点是愉快的吃这些食物，就会是健康的。既然有点期待来一盘这个热气腾腾的猪油蛋炒饭了，感谢佳音，也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